通往地狱的道路是期望铺成的。咸丰7年，回乡为父守丧的曾国藩突然得了一场怪病，只见他整日目光呆滞，不思饮食，还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一关就是一整天。守在门口的人只听见屋内乒乒乓乓、歇斯底里的嘶吼声。开门后，只见满地狼藉，曾国藩失神不语。为此，家人心急如焚，便寻名医，皆束手无策，甚至还请了捉鬼师，依旧无济于事。眼见曾国藩身体每况愈下，一个40多岁的壮丁，竟如一个60、70岁的老头一般，头发胡子全白了，眼睛也近乎失明。无计可施之下，他的弟弟便带他上山求道，碰碰运气。没想到老道没开药，只在曾国藩耳边嘀咕了几句。出来之后的曾国藩竟精神矍铄，病态全去。众人皆喊神，后来才得知，原来曾国藩得的是心病。他自认为战功赫赫，深受朝廷倚重，若向皇上要督抚实权，皇帝必然会给。然而现实却是，皇帝不但没给，反而夺了他当下的职。他愤懑不解，期待落空的痛苦让他饱受煎熬，最终郁结成疾。直到被老道提点，求而不得，不求而得，一念放下，万事成全，他才幡然醒悟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生活中，我们总是对一些人和事抱有高期待，结果发现期待越高，失望越大。正如张德芬所说，通往地狱的道路是期望铺成的。当你整日费尽心思地期待外在的人、事、物符合自己的预设，等待你的只会是疲倦和气馁。期待太高是一切痛苦的根源。别高估自己，其实你没那么重要。罗翔说，我们永远不要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投入不切实际的期待，附加不着边际的幻想。尤其在人际关系中，如果赋予过高的期待，那么等待我们的只有失望。冯仑谈起他人生中印象最深的2次经历。他风生水起的时候，单位给他配了专车和司机，司机特别体贴周到，每天准点接送，两人也无话不谈，俨然一对老朋友。后来冯仑落魄了，他照例给司机打电话，哪知司机把他拉到半截，撂下一句就到这儿吧，就把他赶下了车。冯仑当场目瞪口呆，后来缓过劲儿，搭了4毛钱的大巴回家。第二件事便是1989年，冯仑创业失败，手头拮据，连回家的车票也买不起。于是他向曾经资助过的好友求助。他满心期待地打过去电话，结果对方一听借钱便支支吾吾，没说几句话，借口忙就挂了。这2件事让冯仑受伤许久。有相当一段时间，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好的关系说没就没了，为什么那么铁的哥们可以做到如此冷漠。后来他慢慢明白了，是他高估了自己在他人心中的位置。我们总觉自己是别人生命中的不可替代，其实不过是可有可无而已。伤害我们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无情，而是我们对别人的心存幻想。一如冯仑后来感叹道，人走茶凉乃常态，坦然就好，曲终人散终有时，释然作罢。不高估自己，不对他人抱有高期待，是一种自知，更是一种成熟。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不怨叹，不苛求，以平常心对待生命中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。降低期待是自我救赎的良药。作家周岭说，他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求助，他们的来信几乎都指向一点：如何快速实现自己的目标。他记忆最深的是，有一位读者向他哭诉，早起锻炼一点成果都没有，觉得自己好没用。当他回问对方坚持多久了，答到4天。总想要的更多，又想马上见到成效，对自己不符合实际的高期待，已然成为当下人们烦恼的根源。电影《黑天鹅》中，
妮娜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、努力的舞蹈演员。在一次演出中，为了能拿到自己心仪的黑天鹅角色，她不断苛责自己，要求完美，结果却总是错误百出。为此，她压力倍增，日益焦虑暴躁，精神几近崩溃。后来甚至产生了幻觉，用玻璃捅伤了自己。直到导演点醒她，完美并不是都来源于控制，它也来自放手。当她不再执着于结果，而是踏实做好当下，却意外取得了演出的成功。余光中说，期待是一种半清醒半疯狂地燃烧，使焦灼的灵魂幻觉自己生活在未来。期待过高只会患得患失，急于求成终会事与愿违。真正的聪明人懂得凡事尽最大的努力，抱有最坏的打算，永远心怀乐观。凭《三体》荣获雨果奖的刘慈欣接受采访时，记者问他：“你有想过得奖吗？”刘慈欣直言道：“我从不期待，它太遥不可及了。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争其必然，顺其自然，才是人生大志。遇事不骄不躁，专注当下，方能守住内心的宁静，找回自己人生的掌控权。”一如周岭最终回复那位读者：“降低期待，持续努力，相信命运一定会钟爱那些慢慢变好的人。”没有期待的收获，每一分都是惊喜。偏远的农村新开通了一条铁路，村里有个男孩特别开心，每天都跑到铁路边，兴奋地向火车招手。一天，小男孩突然病倒了。这场病来得奇怪，他的父亲带他四处求医，皆束手无策。眼看小男孩一天天枯萎下去，大家心急如焚。这天，村里来了一名旅客，听闻此事，沉默片刻便道：“我知道原因。”原来，小男孩每天来到铁路边挥手，内心热烈期待着火车里也有人跟他挥手回应，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回应他。一次次的失望让他饱受煎熬，最终郁结成疾。这是余秋雨拼命挥手中的故事。生活中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，总是对一些人和事抱有高期待，结果发现不是所有的期待都有回应，最终换来的是更大的痛苦。正如马德所说，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，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。期待太高是一切痛苦的根源。别高估自己和他人的关系。叔本华说，我们所有的失望来源于对别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，只会收获失落。阿美，我曾经最好的朋友，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我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拿出来，甚至还跟父母借了一笔钱给他应急。我始终记得他拿着那笔钱，泪流满面地说，他永远会记得我的好，以后但凡用得上他，他一定万死不辞。再后来，为了生计，我们各奔东西。直到一天，母亲一通电话打来，父亲病了。回家后，我从同学那里得知，他现在已成为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医生。为他深感欣慰的同时，我又万分庆幸，随即带着父亲直奔他而去。然而，迎接我们的却是他的不冷不热与刻意疏远，住下院之后更是再也没见过的。看着极度失落的我，父亲拍了拍我肩膀，说了一句我永远无法忘记的话：“囡囡啊，没有人有义务为你的期待买单，别人帮我们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别高估了自己和别人的关系，否则你只会被伤得遍体鳞伤。”想起北野武的小酒馆中一句话：“以前我帮过你，现在你为什么不帮我？”想要从友谊中得到什么，这想法本身就错了。不仅是友情，无论任何关系，我们都要明白一件事：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本就是易碎品。更何况积则富，饱则弃，本是人情通患。不高估关系，别低估人性，降低期待，才不会失望。降低期待，自我救赎的良药。知乎上曾有一个求助热帖：我为什么活得如此痛苦？点赞最高的回答是：因为你的期待过高。
活得太累的人一般有两种，不是对别人的期望太高，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。对别人期待过高，让我们把情绪的开关交到了对方手上，从此变得患得患失。对自己期待过高，则如一座大山，让自己喘不过气来。皮囊中的文展出身农村，他勤奋刻苦，头脑灵活，又具备领导力，备受大家的崇拜。为此，他更无比坚信，凭他的能力，日后一定能走出去，在大城市里干一番事业，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。然而，过度的压力导致他每到关键考试，头就疼得厉害，结果一次次败北。后来，好不容易考入自己心仪的学校，他发现这里与想象的根本不一样，自己不再像在村里那样备受追捧，反而被嘲讽鄙夷。无法接受落差的他，开始变得郁郁寡欢，差点抑郁。再后来，毕业后的他几经挣扎，始终无法在城市立足，只得去了一偏远的小山村当维修工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，事事如意是意外，事与愿违才是常态。你期待越高，只会失望越大。唯有懂得为心灵减负，轻装前行，才能走得长远。著名投资人巴菲特常说，想要实现理想化的高复利，不如学会降低期待。一次采访中，小米创始人雷军就被问起，当初您选择押上全部投资创业，是不是觉得小米一定会成功？他的回答令所有人大吃一惊。他笑着摇头说，相反，我是抱着必输的心态。正是这种心态，让他一直保持松弛感，做事不畏首畏尾，反而一路过关斩将，旗开得胜。降低期待是一种成熟的生活态度，更是一种睿智的人生战略。降低期待不是缴械投降，而是找回自己的节奏。摘下高期待的紧箍咒，才能遇见清风徐来，花开自盛的人生。特别喜欢苏格拉底的一句话，只期盼少许，才能接近最高的幸福。翘首以盼得到的总是大失所望，不抱期待的结果往往却是惊喜连连。人生就是一场与欲望的较量，当你降低期待，那么得来的全是恩赐，放下便是重生。人生就是一场负重旅行，只不过有的人层层加码，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最终举步维艰，而有的人却懂得时时减负，轻松前行，步履悠然。正如作家简真所说，生命的精髓在于舍。越是聪明的人，越懂得放下这三样东西。放下面子。知乎曾有这样一个热帖，人这一生最不值钱却又最放不下的是什么？最高赞的回答是面子。国学大师曾仕强也一针见血指出，要面子已然成为当下很多人的通病。想要体面的生活是一种美好意愿，然而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则是一种愚蠢。项链中，马蒂尔德是一个小科员的妻子，家境贫苦，有着一副好脸蛋。一次派对，好面子的他用家里仅有的积蓄买了一身华丽的衣服，还向好友借了一串昂贵的钻石项链。宴会上，他珠光宝气，美艳绝伦，的确出尽了风头，赚足了眼球。然而派对结束后，项链丢了。为了一时的虚荣，结果她与丈夫不得不开始了长达10年的还债生活。更讽刺的是，当终于偿还债务之后，得知那是一副假的项链。死要面子，只会活受罪。而且这种行为根本不会赢得真正的尊重，反而让人更小瞧了去。正如郑渊洁说，要面子的结果大都是没面子。真正聪明的人反而越能够放得下身段，拉得下面子。特别欣赏《我的前半生》中的一个片段，罗子君由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太太沦为商场服务员。面对老同学的故意刁难和羞辱，他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屈膝亲自为他一遍又一遍试鞋子。看着同事惊讶的样子，他笑道，干嘛跟钱过不去？严结合说，什么是脸面？我们干大事的从来不要脸，
脸皮可以撕下来，扔到地上踹几脚，扬长而去，不屑一顾。面子是最没用的东西，放下面子才能活出里子，不困于他人目光，方能成事。当你越来越不要脸，日子反而会越来越好。放下欲望。前几天发小来电话，刚接起来，掩不住的兴奋就从话筒里蹦了出来，我终于有自己的窝了，这个周末你必须来。电话挂断后，我替他高兴了许久。奋斗了这么多年，他终于在喜欢的城市有了立足之地。然而周末一进门，迎来的却是他一脸的落寞与郁郁寡欢。正当我不解之极时，他闷闷地说起，原来昨天遇见对面邻居很热情，邀请他进去坐坐。然而就他在踏入对门，看到对方房子的面积之大，装潢之华丽的一刹那，顿时觉得自己的房子不香了，失落至极。想起丰子恺的一句话，小时候5毛钱就能高兴一天，快乐真便宜。长大后1万块也买不来好心情，快乐真昂贵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的生活明明越来越好了，却感觉越来越不幸福了。这其中的根源并不是因为生活艰难，而是因为想要的更多。无休止的欲望让一颗心动荡不安，饱受煎熬。菜根谭有言，人若为欲字所累，便如马如牛，听人击落。人之心事，多欲则忧，寡欲则乐。1977年，漫画家蔡志忠创建远东卡通公司。然而随着公司效益的越来越可观，他却越来越痛苦。原来一开始他只希望公司能顺利创建，慢慢的公司活了，他又希望能拉更多的活，再到最后他又希望能吃掉其他同行。随着拥有的越多，欲望也水涨船高。为此他常常熬夜工作，连轴转，巨大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，有时焦虑的甚至想结束生命。直到一天夜深，疲惫的他望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，思绪万千。我做得这么忙，到底为的是什么？我一天只花100元，为什么拼命要赚3000元？刹那间他突然明白，如果欲望无穷，钱再多也不够用。豁然开朗的他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回家睡觉了。再后来他推掉了大部分的工作，选择慢下来，居陋室，入深林，陪家人，常独处，时光静美。为此他感叹道，原来人其实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。叔本华常说，幸福不过是欲望的终止。人之幸福从来与物质的多寡无关，而取决于欲望的大小。所以别再把日子过反了，别再被欲望俘虏。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只；鼹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挣脱欲望的枷锁，幸福自然推门而来。放下执念。很多人看过麦家的人生海海，皆为上校的结局叹惋不已。上校他有一身好武艺，上战场打鬼子骁勇英猛，他还有一手好医术，救过无数人，包括共产党高官的性命。更令人钦佩的是，他胆大机敏，甘当卧底，在狡猾狠辣的日本人之间抵死周旋。然而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，最终却毁在一个混混小瞎子的嘴里。只因小瞎子要在众人面前揭开他曾被日本人羞辱的过往，他便崩溃了，得了失心疯。故事中小瞎子的作为的确令人愤恨与不耻，只是在这里我还想说的是，导致悲剧产生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，上校的执念，对过往的放不下。人这一生总会遇见让你耿耿于怀的人，让你刺骨难堪的事。你若揪住不放，便如在胸中养了一条毒蛇，时时啃噬你的内心。正如《知否》中盛明兰劝慰困于执念的丈夫，人生在世，若心中一腔怨愤，就算是艳阳高照，清风拂面，心里这割心的刀子也一刻都不会停歇。与其沉沦已逝的过去，不如抓住真实的当下。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学习孟敏坠赠的态度。东汉末年
有一个叫孟敏的人旅居在太原。一天，他不小心把拿着的煮饭瓦罐掉在地上，摔坏了。孟敏却连看也不看一眼，就径直走了。人们见了感到奇怪，就问他原因。孟敏笑道：罐子已经摔破了，看它又有什么用呢？往事已矣，错过的人不会再回来，过去的事不可能再重写，不如松手。放过别人，实则放过自己。释然过往，来者尚可追。放下的那一刻，便是重生的开始。泰戈尔说，有一个早晨，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，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。智慧的人生是断舍离的一生，斩断执念，天地皆宽。舍得面子，得到里子，远离欲望，收获自在一生。特别认同这样一句话：当你期待值为100时，得到99也会是失望；当你期待值为0时，得到1也会觉得是赚了。有求皆苦，无欲则刚。当你降低期待，所得皆恩赐，所遇皆惊喜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